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幸福到万家真的好看吗？赵丽颖即兴发挥的台词竟成为亮点。幸福到万家正在热播，随着剧情的更新，很多观众都觉得剧情让人感到闹心，因为它将现实生活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但这部剧真的好看吗？赵丽颖即兴发挥的台词竟成为亮点。幸福到万家是根据长篇小说《秋菊传奇》改编，该剧围绕和幸福的生活琐事、事业、爱情和亲情多重考验下自强不屈的故事展开。何幸福作为一名乡村女性，面对不公平的事情，她敢于站出来，始终坚信凡事都得讲个理的观念。正因为这个观念，她才有追求正义的勇气，并在一次一次历练中不断成长，最终带领村民发家致富。这部剧刚宣布定档播出，网友们就非常期待，因为主演是赵丽颖，播出平台预约人数多达341.1万。随着这部剧开播，虽然观众们被剧中的角色气到，但大家却纷纷表示何幸福代表的不只是乡村女性，而是所有女性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女性要永远保持积极向上、敢于拼搏的态度。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值得被推荐的，而网友们认为一部好的作品是值得用放大镜看的。梦话录还没开播时，观众们用放大镜考古《甄嬛传》；梦话录开播后，观众们开始拿放大镜看这部剧。这部剧大结局，观众们开始拿着放大镜看《幸福到万家》。这部剧刚开播就出现和幸福大婚的场面，但这部剧却以接新娘子的车队为切入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接亲队伍共有8辆车，正好是双数，而有2辆车引起关注。一辆是用来装嫁妆的，上面装的满满当当，不仅有结婚要用的被子，还有家电。另一辆车是敲锣打鼓的乡村乐队，这是农村婚礼必备的气氛组。这2辆车不仅看出娘家人对何幸福的重视，同时也证明何幸福有硬气的底气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有一个片段是何幸福去找万传家，他直接表示：“咱们再重新开一个会，我也参与。”听到何幸福的话后，万传家立即反问：“你没事吧？你说开会就开会，你贵姓啊？”万没想到，何幸福认真的回答：“我姓何。”直接给万传家弄不会了。看到这个情节后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对得好，但看到主演互动，我们才发现这句话竟是赵丽颖的即兴表演。万没想到，这句话竟成为亮点。幸福到万家刚开播仅3天，优酷站内热度就突破9000。无论是从灯塔舆情热度上看，还是全网正片播放占有率上看，这部剧都是第1名。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直接证明好的作品必定会获得认可。在看这部剧的时候，很多观众会觉得比较闹心，但不可否认，这样的剧情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着。仗着自己有权有势就胡作非为，但依旧被保护得很好。而何幸福的公公自己没有本事，只能努力地巴结别人，在家里横，遇到事情就选择妥协，这也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幸福到万家能获得观众的认可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每个角色诠释的都非常好，正因为这样，部分角色才会被吐槽。各位读者，你们认为幸福到万家好看吗？你被哪个角色气到了呢？赵丽颖主演幸福到万家口碑爆棚，优酷热度破9000。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口碑爆棚。由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开播仅3天，优酷站内热度已突破9000，收视节节高。酷云34城卫视实时收视北京卫视破1，东方卫视番茄台达00/0，酷云全国网卫视实时收视榜双台位列前2。幸福到万家优酷站内这么快，热度就破9000了，就是说最近站内热度的那个计算机制好像有调整了。
就是说不会那么容易就上那么高的。幸福到万家真的火啊！主演赵丽颖、刘薇、唐岑、罗晋、曹征、池鹏、张喜前、张可盈等。感觉爆的基本都是内容平凡且真实的电视剧，当然需要好的实力派演员，不然会出戏。郑晓龙导演加赵东玲编剧，现实题材塔尖阵容，再造新时代女性成长励志题材作品。赵丽颖和老戏骨刘薇联袂，立项就已入选广电100部现实题材名单重点剧。原来幸福到万家不是一个幸福故事，而是一个叫幸福的姑娘嫁到万家后的故事。观感：现代版秋菊打官司。1. 从婚闹视角入手，展现一幅带着烟火气的人情世故新农村画卷，农村生活细节真实接地气，符合年代背景，演技自然，节奏紧凑，剧情引人入胜。闹婚开头很吸引人，以平视目光描摹乡村场景，乡土的可爱局限。剧情推进快，开篇万家庄以和幸福婚礼铺开，将农村各人物众生相铺陈出来，人物充满烟火气。从妹妹被万传家婚闹伊始，格调由轻快变严肃，冲突矛盾一触即发。2. 角色立体复杂，伦理道德碰上低俗传统，大喜之日，万书记儿子万传家借低俗婚闹名义骚扰和幸福妹妹和幸运，得知妹妹被欺负，踹开房门，拿起板凳砸伤猥琐男，为救妹妹讨公道，看着真解气。书记偏袒儿子，万家要他忍气吞声，幸福一定要让对方给妹妹道歉。角色适配：赵丽颖标志性动作，双手插都能走出可爱大佬范，瞬间被吸引。唯讨说法，说理时语气坚定，眼神情绪变化拿捏到位。剧本视角秉持以往风格，刻画平凡小人物。赵丽颖原声台词舒服，比之前知否进步明显，能接住老戏骨气场。除婚闹案还有征地补偿、水污染案、冒名顶替事件等，串联女主角成长经历，质感不错，可观后续。妹妹和幸运是张凯丽女儿张可盈，哭但感染力不强，若在灵气点楚楚可怜，剧情感染力会更强，戏剧冲突节奏会更好，人物形象饱满，剧情抓眼，和幸福有股倔强较真劲，孤立无援。老王一家胆小懦弱，公公都是幸福的错，要幸福赔礼道歉，这媳妇要不得。婆婆年轻时也这么过，劝说幸福忍委屈。丈夫为人老实过头窝囊。万书记角色鲜活，乍看很像父母官，儿子出事后暴露无遗。书记心疼儿子护短是真，优缺点局限性，落得感很立体。赵丽颖的人物原型容易让人想起秋菊打官司的巩俐。万家诉讼和之后秋菊传奇改编，男主角和书记用小说原名字，只是时间放到了2000年后，地方放到了原著的地方。现实比剧残酷，婚闹真正受罚1%不到，映射根深蒂固的错误陋习及盘根错节本土强悍势力，共同构成矛盾屏障。幸福到万家是赵丽颖转型作品，她的人生经历很适合兼任角色，台词符合农村女性形象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用心诠释每个角色，性格鲜明，人物饱满立住了。幸福到万家是一部有质感深度的剧，值得一看。开播仅3天，优酷站内热度已突破9000，你也在追吗？大家怎么看？有绯，周翡以为谢云死了，但却不是很难过，你看懂了吗？01看到周翡锁了谢允，还要嫁祸给李胜，调皮的紧，可爱的紧。谢允为了救阿翡救48债，动用了内力，又发了透骨清，这事儿被阿翡知道了。可是面对阿翡，他只字不提透骨清的事，只说了一通自己中毒，师叔救他，家国百姓只要安居乐业，不在乎谁是皇帝的事，说自己与谁都不重要，多活一日已是多余。
解释那么多，他只是不想阿斐内疚，实在太让人心疼了。可是，就算你不是为了阿斐毒发，难道阿斐就会不管你了吗？霸气阿斐，句句掷地有声。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没有归阳丹，指不定还有归阴丹。如果我是你，大药谷也好，海天一色也好，我会一直追查，查到死。就算最后功败垂成，我也能闭上眼。20年后，我还能顶天立地。双引号。有匪，周匪以为谢云死了，但却不是很难过。你看懂了吗？憨憨的周匪终于在感情上开了窍，没想到之后一路所向披靡。他锁了谢允，任他轻功再好，也逃无可逃。在谢允这也是，就算金鸡独立，也没拦住他喝朱少侠的醋。让一段感情最快的升温方式，一定是情敌的出现。朱少侠是助攻，后面的三皇子更是。不得不说，谢允给周匪做糯米鸭真是酥到炸。掰下鸭腿递给阿匪，还要小小意意的试探，和那个朱少侠相比，谁做的好吃？双引号。听到阿匪漫不经意的回答，不知道啊，我没吃他做的。双引号。神经紧绷的谢允松了一口气，愁成黄连的那张脸就好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瞬间绽放了一般，春满人间。接住他顺手就接过了阿肥嘴里吐出的骨头渣，这个细节实在是太自然了，一点都看不出表演的痕迹。颖宝的眼神里有很细微的惊讶，一博也笑里满是宠溺，真心为两人的演技打 call。有匪，周匪以为谢云死了，但却不是很难过，你看懂了吗？负02。可是有高甜，必然有高虐。很快在霍家庄，谢允第二次推云掌。谢允让三皇子一干人等都走了，只留下了阿匪。楚天瑜问谢允为什么不带住周匪一起走。谢允说，他不归我管，而且他也不会走的。双引号。谢允说这话轻描淡写，就好像两个熟人见面寒暄吃了吗？吃了啥？这是随口而出的话，因为谢允在心里早就已经认定阿匪对他的情意日月可见。谢允推云掌，毒发。周匪震怒，你敢让他动内力，今日我也必定不会让你生离。双引号。有匪，周匪以为谢允死了，但却不是很难过，你看懂了吗？周匪说这话是急了，因为他知道谢允再次动了内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他又追又锁谢允那么久，把他照顾得好好的，结果却因为你这个老不死的太监功亏一篑，那就算打不过，就算拼了命，也会生死一搏。两个人都不是在说山无陵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的情话，可字字句句透住此生不负。负03。谢允伤重，就像冬天的日头沉入了山下。他知道自己要走了，他不忍心阿匪难过，又开始喋喋不休。阿匪，一派一人，都有气数，都有进食，这没什么。双引号。阿匪，你说如果你是我，哪怕最终功败垂成，也能闭得上眼，20年后还能顶天立地。这话我可信了，如今不成就是不成了，你那说好的顶天立地呢？真要哭鼻子，那可是食言而肥了。双引号。阿匪让谢允闭嘴，他嘴上不理谢允的絮叨，可他拖住谢允走啊走，他走去哪啊？他去求菩萨。从小天不怕的阿匪，相信事在人为。尤其是周以堂下山之时说的强者之道，就像钉子一般牢牢地扎进了阿匪的心里。下山那么久，每遇到迈不过去的坎，他都觉得是自己无能，再努力一把，坚持一把，总是能翻山越岭。可是这时，阿匪突然发现，事实不是这样的，哪怕你有飞天遁的之能，也会有一些东西注定求之不得，注定束手无策。有匪，周匪以为谢允死了，但却不是很难过，你看懂了吗？他嘴上不承认，心里已经在翻江倒海。
他无法接受谢允即将离开的事实。可是谢允呢，是早就看透这个道理的，他比阿斐通透明白。阿斐，以前同你说要你做皇妃的话，是骗你的，不当真。因为我也不稀罕做什么皇位，当什么天子，这会儿我想跟你去48寨去个随便什么的地方，闲了就气气你，挨打了就跑，跑个10天半个月，等你气消了再回来。每日受气也没有怨言，因为你在的地方就是家。天高的迥，南北无边。从小家破人亡，颠沛流离的谢允，比任何人都知道无心安处是无乡。复04，谢允的师傅同名老和尚救了谢允和阿斐。阿斐以为谢允死了，只是怔了一下，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难过。说住下山的初心，说住该去零陵城跟李岩他们会合，说住想要回48寨继续练习破雪刀。独独对谢允，只是以为他已经没了。谢允对你情深意重，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了，可你以为谢允走了就只字不提了？两人生死与共的经历就抛诸脑后了吗？人死了就相忘于江湖了吗？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阿斐看起来并不难过？不该是这样呀？难道阿斐并没有我们感受到的那般深爱谢允吗？其实是我们不懂。少女心里有一条细细的暗河，据说有的人心地是柔软的森林与草场，细流涓涓而过时，清脆悦耳，花香弥漫，自己和别人都听得见。而有些人心里却是终年不开化的塞北之的，常伴寒风与暴雪，那些强横又脆弱的冰川碰撞时，随时便能的动山摇一番。因此地下即便藏住温泉，也是全然不动声色。有匪周匪以为谢允死了，但却不是很难过，你看懂了吗？阿匪就是后面一种。同名师傅的医生阿弥陀佛让阿匪呆立不动，谁又能感受到彼时阿匪的凄清寂寞呢？来时他身边有好多人，而今站在一叶扁舟上，天大地大，似乎连山明水涧都离他远去，磅礴漫天的星光一下子跌落水中，周遭昏暗一片。谢允的离去之于他，就像心中的楼阁倾塌了一大半，砸出了一片旷野荒原似的废墟。他茫然四顾，不知所措。越是这样，他越不愿意提起谢允。他的脑里空白一片，心中也空空如也。直到同名师傅让阿斐进船舱，阿斐看到谢允还活住的时候，他才放声大哭，泣不成声。谁说不难过呢？谁又敢说不爱呢？只是他的爱只在行动上，他的爱只在谢允面前表现。